大家好，我是邱斌，我现在来到了河南安阳，这也是一个历史文化名城。中国历史上很多有名的人物在这一块呢，都留下了深厚的足迹。你像曹操的陵墓就在河南安阳，袁世凯的墓也在这边，以及呢，岳飞的老家在河南汤阴县那边呢，还有一个岳飞庙，以及呢，中国最早的监狱也是在河南安阳。那今天呢，我们就来看一看大名鼎鼎的袁世凯的墓。这个人大家非常熟悉了，他可以说是中国近代史上最具有争议性的一个人物。他做了很多事情，最后呢走了一步臭棋，导致遗臭万年。那现在呢，我们就去看一看他的墓葬。在袁世凯的墓最南端有一块巨大的造壁，这里呢是叫做土造壁，长度达到60多米，是8字形的。你看，规模很大吧？这是我迄今为止见过最大的一个造壁。从这里呢，也可以得出袁世凯的墓啊，规模是比较大、比较豪华，是按照帝陵的形制来建造的，要不然不会有这么大的造壁。在这个上面呢，还有一些雕刻，这些砖雕是不是非常精美？它是叫做八角新疆12章纹，应该就是我们说的功勋章一样。旁边呢是5幅捧寿。总共呢是3个勋章，2个捧寿。在他之前，陵墓前呢应该是没有勋章的图案。这座造壁的精美程度啊，在全国造壁中都是名列前茅。反正是我迄今为止见过最大的一个造壁。袁世凯的墓就在前方，我们现在是在他的南端。刚刚看了最南部的那个造壁，现在就往前走了。它这一座墓呢，是按照帝陵的形制来建造的。我们现在走的相当于就是石牌坊外面的神道了，比较长啊。中间这个大家是不是有点熟悉？我们经常说的条形石，如果是在明清的帝王陵，那么就是帝后的棺椁通过这里呢，一直进入到地宫。还有呢，我们说清朝的陵墓呢，它一般不是笔直的，在前方会转一个弯。那么在这里呢，我们也可以看到前方也拐了弯，在那处呢有一个那个石牌坊，然后石牌坊那里就转弯了。所以说它就是按照帝陵的形制来建造的，并且呢，在这个神道上面呢也有石拱桥，下面有河流，这个跟明清的一样。所以说袁世凯的墓呢是按照明清帝陵的形制来建造的。当然，规模肯定是没有帝陵那么大了。这个石拱桥就比较漂亮了，有点类似于帝陵的那种了。不知道是原本就有，还是后面经过修缮的。明清的很多帝王陵的也就是如此啊，在这里连24阴刻线都有。你看，我们经常说的火焰宝珠，那这个是叫做24阴刻线。代表24个节气，这个在陵墓、故宫都有。那过去一点，就差不多算是进入到陵墓的主体区了，石牌坊、碑楼以及墓冢。现在呢，我们去买票参观。这是袁世凯墓航拍的场景。进去之前，我们先来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人物。尽管大家对袁世凯都非常熟悉。他是出生于公元1859年9月份，去世于公元1916年6月份，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政治人物、军事人物、北洋军阀领袖。他是河南项城人。之前呢，我们去过那个地方，看到了他老家，他的故居。袁世凯呢，早年是发源于朝鲜半岛，后面呢，在天津小站训练新军，这个为他后面成为北洋军阀领袖奠定了基础。在辛亥革命之后，他逼迫爱新觉罗溥仪退位，自己呢成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，后面呢成为首任中华民国大总统，也就是说他是我们中国第1位大总统。后面随着他的权力欲望增强，在1915年12月份，他宣布自称皇帝，并且准备在1916年1月份举行登基大典，后面是遭到举国反对，在做了83天皇帝之后，宣布呢取消帝制，就是在全国的反对声音，他不得不取消。
1916年6月份去世，后面安葬于河南安阳。那这个地方呢，也是他生前自己选的。袁世凯的这座墓啊，叫做园林。他的墓叫什么名字，在一开始呢是有争议、有说法的。现在我们知道，叫做林的墓在中国其实是比较少的。一个呢是山东的孔林，洛阳的关林，还有一个就是河南的园林。在袁世凯去世之后，北洋政府呢遵照他的遗命，扶柩回籍，葬无还上的遗愿呢，以总统之礼筹款73万银元，在河南安阳这一块修建陵墓，于1918年6月份建成。陵墓呢是参照中外典章，按照中国明清帝陵布局和美国总统庐墓形式建造。陵墓呢也比较大，占地差不多138亩，由南向北绵延1000米，中轴对称。关于他这个墓呢叫什么名字，一开始是有争议的。一种人认为呢可以叫做陵，因为认为袁世凯的功劳很大，但同时呢也有反对者说他功劳是很大，但是呢他又想称帝，这个是历史倒退，不能用陵，因为陵是皇帝的用法。于是呢当时北洋政府呢就查河南旧俗，凡树木瘟疫之区取名为陵，于是呢就未用陵的称谓，而用袁公陵，这就是园林的来由。进来了，门票是35块钱，前方就是牌楼。它这个门票上也是以这个牌楼作为标志，确实是挺精美的。这种石牌坊牌楼，我们在很多陵墓啊，或者是其他的建筑旁边能看到，但是像这么大的还是比较少见的。这是6柱5楼的布局。这个石牌坊我们经常看到是石头或者是汉白玉那个建造的，而这里呢，严格算起来，它不能叫做石牌坊，因为它的建筑材料啊不是石头，而是水泥。当时呢，为了粉饰太平，在袁世凯去世之后，北洋政府呢修建这座墓的时候，它是从日本进口的水泥来建造。所以说，像水泥这样的牌楼还是比较少见的，因为之前一般都是流行那个石头嘛。在这个石牌坊呢，上面是有一些雕刻，叫做佘塞雕，还是比较精美的，就是一些花朵，就是这些，基本上是一样的。在这个下面就没有雕刻了，这是它和帝陵的一个比较大的区别。如果是明清的帝王陵，像这些抱骨石，包括这个柱子上面都是有雕刻的，基本上是龙、麒麟这些，它这里没有。可能当时他们为了规避与帝陵的区别，就没有弄这么多雕刻。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牌楼下面是空的，在建造的时候都是有门的，所有的石牌坊石楼都是这样的。你像这里还有痕迹，这就是当时弄门的东西了，卡门的。那这个石牌楼我们就看完了，继续往前走。在牌楼过来之后，两边是有一些石像生，这个也跟我们之前看的明清帝王陵有所类似。我们现在看看它这些石像生有哪一些。这些石像生相比帝陵的肯定会少一些，它这里是有望柱、马、老虎、狮子以及石人，是1918年建成的。我们先来看一下第一种，它是叫做望柱，也是我们俗称的华表，高度5米。它这个跟我们在清朝陵墓看得很像，你像清朝雍正的乾隆都有华表，只不过呢是规模比较巨大。那这个华表望柱也是非常精美的，在这个柱子上面呢都有巨大的花纹，总共是有6面。这种花纹呢称之为章，总共呢是有12章，从而呢叫做12章纹。它这个只有帝王才能使用，可见呢袁世凯当时称帝之心呢，确实他也是称帝了，只不过呢这个称帝这条路是错误的。下方是4只狮子，有一些是损坏了，经过修复，特别是这个狮子上面明显是后面弄的，下面是原版的，包括那只也是，毕竟有100多年了。
第二组石像生是马，这个马在陵墓前是标配的。这个马比较有意思，它跟我们正常的马是差不多。我们在很多陵墓前可以看到马呢，一些大一些小，而这里啊算是标配。那在封建社会，包括上个世纪近代的时候，很多人出行啊都是骑马。那袁世凯当时作为一开始是一位武官武将，他肯定也是要经常骑马的。在以前呢，马并不是所有人都能骑的。上面的雕刻也挺好的，这个是水泥打造的，我感觉啊，这边的石像好像都是水泥，因为这里看得比较清楚。不知道那个是后面弄的还是以前就有，反正我看像是用水泥弄的。第三组石像是老虎，一般人们说到老虎啊，都比较害怕。尽管如此呢，在封建社会，人们呢对老虎还是比较崇拜的，又敬又怕。那这一只老虎呢，可以看得出来体态呢比较雄伟，眼睛呢大，并且呢有神，怒视前方。它这个额头上面呢有个王字，我们经常说的虎兽之王就是如此。你像在封建社会，人们军事上都是用虎符来代表的。这只老虎站在这里，是不是散发着王者之气啊？第四组是狮子，它是陵墓前辟邪必不可少的。自从狮子传入进来之后，陵墓、宫殿、大院前面基本上都会有狮子的。这只狮子也很威武啊。这个我们就不用细讲了，在陵墓前是必不可少的。第五组石像呢是石人，我们之前在看封建社会陵墓，在石像生里面是有文臣武将的，那么这里呢有武官。大家看这个服装是不是挺帅气的？他这个是袁世凯执政时期北洋政府统一的那个军服，你看手上拿着一把宝剑，是不是非常帅气呀？腰扎真皮皮带，这就是一个武将的形象。在任何时期呀，一个国家的统治少不了武官在外面镇守疆土，保卫祖国。他们是用青春和热血守卫着他们脚下的土地。这是文人的石像，有武就有文嘛。但是在这里我感觉有点奇怪，就是大家仔细看这个装束，并不是一般的服装，对不对？看起来有点像是那种祭天服，就是皇帝穿的祭天服。我看过影视剧，当时袁世凯称帝祭天，他穿的服装好像也是类似这种。大家觉得是不是啊？在石像的尽头有一个碑亭，我们也称之为碑楼。在明清的话，我们一般称之为神功圣德碑楼。里面呢是有一块巨大的石碑，写的是大总统袁公世凯之墓。这个是徐世昌写的，他是第3位大总统。徐世昌和袁世凯两个人关系非常好啊。一开始呢，徐世昌是袁世凯的幕僚，袁世凯能成功，徐世昌呢也是出了很大的主意的。后面呢，袁世凯要称帝，徐世昌反对，很多人都反对啊。因为袁世凯想把那个天下变成家天下，那肯定跟着他人都不愿意反对，都在说刚刚把那个清朝灭掉了，你又来想当皇帝，肯定不行的。在这边还有一些小的房间，是当时守卫人员居住的，两边都有啊。袁世凯当上大总统之后，他是做了很多事情的，人们对他的评价也不错。不过随着他的地位稳固啊，野心急剧膨胀，他想当皇帝。那他有这个苗头，他身边的人很多人呢都反对，说袁世凯你不要走上这条道路，这是历史的倒退。当时他的好朋友徐世昌反对，那段祺瑞这些人呢都反对。
只有他儿子同意，就是他的大儿子袁克定啊。因为袁世凯成了皇帝，他大儿子很有可能就成为太子，会继承他的位置，等于是变成了家天下，并且呢，他儿子还拿了一份报纸，好像是仿造的报纸，说外国人同意，那袁世凯呢就顺水推舟，他其实就是自己想当皇帝。你像后面举国反对，袁世凯发现那个报纸是假的，他骂他儿子，那其实真的也好，假的也好，这个还是袁世凯自己的想法，他自己当皇帝。最终呢，他在举国的声讨下病逝了。如果他没有走上称帝的这条道路，他的评价绝对是非常高的。可惜没有如果啊。再往前走是第3道大门，也是进入到墓里面最核心的地方。如果是明清的帝王陵，我们称之为凌恩门、隆恩门这些，也是3开间的。这里有一个比较有看点的，就是它门上的门钉是横竖都是7，这个相当于就比帝王矮一级。在大门过来之后，我们可以看到有一座大殿，这个在明清应该称之为凌恩殿、隆恩殿，是供奉当时的皇帝、皇后的牌位。而这里呢，是用来祭祀袁世凯，里面呢，在当时还放了袁世凯的一些衣冠、剑等等。北洋政府时期，每年呢都会来这里举行那个典礼，祭祀袁世凯。这个建筑也是原版的，比较大呀。在这里呢是叫做景仁堂，面过期间。看到这个大殿，我们也可以得出啊，它这座墓啊确实是仿照陵墓的形制来建造的。现在里面这些都是新的，这些柱子都比较大。过了大殿之后，是袁世凯的墓冢了。这个跟我们之前看的墓啊是不一样的。这座墓中西合并的建筑在这里体现的是最清楚、最明显的。你看袁世凯的墓冢就在后面一点点，那个是仿照美国总统的。你想这个大门也是不一样吧，比较有特色啊，是非常少见的。这个明显的就是欧式那种风格，因为前方这些柱子啊是古罗马式的青白石方柱，4柱3门。它这个门呢，中间高，两边低，变成一个3字形，这个也是非常少见的。特别是这个门上面呢，铁门上面有一些东西，上面这个是勋章，下面是圣叶。它这里还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就是，这个门推开呀，是一个轨道一样的。你看，就下面当时建造的时候就弄了，这样推开就比较好，也不会把地上弄掉了，滑轮一样的。进来之后，就看到有一个跟明清帝王陵非常相似的15贡。这个在明清的帝王陵都有啊，谁的没有？朱元璋的没有。这些15贡呢是朱棣创造的，这些都是青白石啊，中间是香炉，两边是烛台和花瓶。在这个下面的案桌上面还有一些雕刻，在这里其实也可以得出这个是仿照帝陵的了。走上来就可以看到袁世凯的墓冢了。如果是明清的，就有方城明楼，袁世凯的没有；清朝还有道光的没有。这座看起来是有点像道光的，那还是有区分的。道光下面有地宫，而袁世凯的这座墓冢呢，它是属于平地起坟，就是没有地宫，直接在这个地面上里面呢修建了2间墓室，安放了袁世凯和他夫人的灵柩。这座墓呢是由钢筋水泥建成的，非常坚固啊。在它之前，没有人这么建造陵墓，就是它这种形式啊。下面这个相当于是一个院墙一样的，高度达到4米多，那上面还放了一些土。整体这座墓呢，直径大概是20米，高度8米多，非常坚固啊。我们看到这里外面是石头，里面还用了钢筋水泥。那在这个上面呢，
有12只狮子，这个是西洋式的狮子。它这个墓冢呢，到现在100多年过去，仍然完好，没有被盗。袁世凯去世之后是葬在河南安阳，为什么没有葬在他老家项城呢？这主要是由于袁世凯和他哥哥的关系，他的哥哥叫袁世敦，是属于家里的嫡子，而袁世凯呢不是，属于庶出，我们常说的在那个时候小妾生的。那在当时袁世凯的母亲去世之后，他想呢把他母亲和父亲合葬，但是遭到他哥哥的反对，因为在那个时候还有所谓的封建礼法，不管袁世凯怎么求，他哥哥都不同意。那最后袁世凯没办法，只能把他的母亲安葬在其他地方，这就导致了袁世凯和他哥哥关系紧张。从那个时候呢，袁世凯就发誓不再回去老家，大概是1908年。那个时候袁世凯是一品大员，他都没有办法解决家里的这些嫡出庶出，他其实也很无奈。后来袁世凯就把家安居在河南安阳这一块，自己去世之后就葬在这个地方，这也就是袁世凯的墓在河南安阳的原因。袁世凯这个人，尽管说他最后走了一步臭棋称帝，导致呢举国反对，那么在之前他还是做了很多事情的，还是推动了社会的发展，从而才说他是近代最具有争议的人物之一，甚至可以说他就是最有争议的人物。关于他称帝的一些看法，之前我们在他老家说过一次，当时分析了不光是由于他自己权力熏心想登上皇帝位置，还有一些其他的原因。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，可以去看一看我之前拍过他老家故居的那一个视频。那今天袁世凯的墓我们就看到这里了，非常感谢大家，我们下个视频再见。